如果你做戚风蛋糕从未成功过，想要做出完美的戚风完全靠运气，这个视频千万别划走。今天我教你一个超简单又不会失败的戚风，即使你是一个从未做过戚风的新手，看了这期视频也能做出不塌陷的戚风。大家好，我是乡村美食节。本期视频主要教大家怎么做出不会塌陷的戚风。视频的后边还会告诉你们怎么改变戚风的承重力和柔软度，以及戚风开裂出现蘑菇顶的原因和解决方法。想要做出不塌陷的戚风，第一步就是把面粉炒熟。炒面粉对面粉的筋度没有要求，使用高筋、中筋、低筋都可以。适量的面粉倒入锅中，开小火慢炒，炒至面粉发黄，并散发出炒面粉的香味。因为锅的厚度、火的大小、倒入面粉的量不一样，炒制的时间也不一样。这个过程大约需要5到10分钟。炒熟后摊开放凉，没用完的面粉可以用袋子装起来，存放几个月都没问题。怎么判断面粉是否炒熟呢？我们可以把炒好的面粉调成面糊，看看它有没有起筋。左边颜色深的是炒熟的，没有任何起筋现象；右边颜色浅的是半熟的，能看出轻微的起筋。而使用生面粉调成的面糊，起筋就非常明显。炒过的面粉除了没有筋性，也会比生面粉更顺滑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面粉在炒制的过程中会挥发水分，使用相同的水比调成面糊后，炒过的面粉比生面粉更稠。经过我的测试，10克炒面粉相当于13克生面粉，这就需要我们在配方上也要跟着做调整。如果我们还按照原来的配方制作，做出的蛋糕口感就会偏硬，不好吃。开始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下配方。左边第一个是原配方，也就是蛋糕粉、低筋粉用的配方。后边2个是调整后的配方，也就是炒面粉专用的配方。配方1更注重柔软度和口感，配方2更注重蛋糕的承重能力。除了这2个配方，后边还有其他的配方以及配方的调整思路。你只要把配方的调整思路学会了，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调整，做出你喜欢的戚风蛋糕。现在我用这2个调整后的配方做2个6寸的戚风，最后我们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。第一个蛋糕用配方1，盘里加入40克食用油，40克牛奶，搅拌均匀。过筛加入刚刚炒熟的面粉40克，搅拌均匀。因为炒过的面粉没有了筋性，所以我们不需要 Z 字形搅拌，我们可以画圈或者随意的搅拌，完全不用担心起筋的问题。搅拌均匀以后分离蛋黄，这里要注意，如果你的鸡蛋不新鲜，千万不要使用这种蛋清分离器，因为蛋黄很容易漏进蛋清里，蛋清里有蛋黄和油，蛋清是打发不起来的，哪怕1滴都不行。很多人说打发蛋清要无油无水，水是可以有的，油和蛋黄绝对不能有，这个很重要，大家要记住。把蛋黄和面糊搅拌均匀。搅拌的过程同样是随意搅拌，不需要使用特殊的手法。在蛋清里加入45克白砂糖，如果有白醋或柠檬汁，可以加5到10克。因为蛋清是碱性的，加了酸性材料打发的蛋白霜就会更稳定。不加酸性材料会导致戚风塌陷吗？答案是不会。我为了证明给你们看，所以我没有加任何的酸性材料，并且白糖我也是一次性加入。用打蛋器打发至中性发泡或者干性发泡，打发的过程用高速还是低速，这个问题取决于你打蛋器的功率和转速。很多教戚风的老师都会告诉我们要用低速启动，高速打发，然后再转低速。这个说法正确吗？这是2个打蛋器，白色的有7个档位，银色的有5个档位，2个打蛋器搅拌棒也不一样大。根据我的使用经验，银色的用1档相当于白色的7档，我用银色的打蛋器，全程使用1档，打发至中性发泡用时1分40秒。我使用白色的打蛋器，用最高档要打2分钟。所以打蛋器的速度不能只按照别人教的做，要根据自己打蛋器的功率来决定。从启动打蛋器到打发好，最好能持续2分钟。速度太快容易把蛋白霜打出烧，提起来蛋白霜出现大弯钩，还会往下滴，这是湿性发泡。打发着能看到纹路，提起来出现小弯钩，就是中性发泡。当纹路越来越明显，并且明显的感觉到有阻力，提起来是直立的小尖尖，这就是干性发泡。做戚风蛋糕，中性和干性都可以。蛋白霜打好以后，用刮刀铲1/3到蛋黄糊里，搅拌均匀，再倒入剩余的蛋白霜。这个过程最好温柔一点，太暴力会让蛋白霜一部分消泡，一部分消泡后，蛋糕就长不那么高，口感也会偏硬。但是消泡并不会导致戚风塌陷。搅拌均匀以后，倒入6寸的模具里，震出里边的气泡。如果里边的气泡没有震出来，等会儿蛋糕切开就会出现大气孔。现在制作第2个，放
方法还是刚刚的方法，我把配方里的面粉多加了10克，其他的不变。全部做好以后，我在第2个模具上抹上蛋糕糊做标记，放进烤箱，上下火150度烤45到55分钟。因为我的烤箱没有提前预热，所以我设置了55分钟。这时候可能有的网友要问，戚风烤过了不是会塌陷吗？等会儿我会提前拿一个出来，剩下一个多烤几分钟，我们看看它会不会塌陷。现在倒计时还有不到6分钟，我拿一个出来，剩下这个继续烤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把剩下这个也拿出来，震几下倒扣放凉。其实不震也没事，震这几下完全是因为以前做戚风留下了后遗症，从烤箱拿出来都会习惯性的震几下，如果不震几下好像少了点什么。放凉后用手脱模，成功的戚风蛋糕是不需要借助脱模刀的，因为录制的时候暂停了一下，把徒手脱模这个过程错过了。2个蛋糕都没有出现塌陷，就是开裂有点严重。开裂的问题我等会儿再说。现在切开看看内部，没有任何的布丁层，用手按下去能快速回弹。现在测试它们的承重能力，通过测试可以看出，左边使用50克面粉的蛋糕承重力更好，但是口感上还是右边使用40克面粉的更好。左边这个颜色深的是最后那个多烤了5分钟的。这除了证明烘烤过度不会造成戚风塌陷外，还证明延长烘烤时间并不会让戚风变硬。戚风的柔软度和承重能力主要由配方来决定的，不是烘烤时间。而塌陷的戚风，你即使烘烤1个小时，表面都烤糊了，内部也是湿哒哒的布丁层。那些拿牙签去测试戚风是否烤熟的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因为塌陷的戚风无论你怎么烤，内部都是湿的。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下，今天我使用了哪些非常规的做法。打发蛋白时，一次性加入白糖，不加柠檬汁或白醋。搅拌蛋黄糊和蛋糕糊时，画圈搅拌。做好的蛋糕糊放置了几分钟后才放进烤箱，烘烤时间过度。以上这几个非常规的做法，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导致戚风塌陷的原因。今天我全用上了，我的戚风也没有塌陷。而今天你们能看到这么简单的配方和方法，是我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步步研究出来的。想要了解我学习戚风的过程，可以看看我7月27号发布的视频。但是那期视频有些观点是错误的，因为做那期视频时，我刚刚发现炒面粉这个方法，还没有做过多的研究。能够支撑我研究下去的动力，除了热爱，还有你们的支持。希望看到这里的朋友给个点赞和关注，如果能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接下来我再说说蘑菇顶和开裂的问题。其实蘑菇顶和开裂是相同的原因造成的。第一个原因，模具里的蛋糕糊加得太满，蛋糕糊最多加到8分满就够了，加得太满会出现开裂或者蘑菇顶。这是我用刚刚相同的配方，把做好的蛋糕糊分别倒进2个模具里，一个大约7分满，一个2分满。烤出来后，刚刚的蘑菇顶没了，只是还有开裂，而这个2分满呢，开裂都没有。第二个原因，蛋糕糊太稀，配方里的液体增多，面粉减少，蛋白霜打发不到位，都会让蛋糕糊变稀。蛋糕糊变稀以后，它的膨胀能力就会变强，然后导致开裂蘑菇顶。这是我用3个50克的鸡蛋，牛奶和食用油用30克，面粉用35克。这个配方跟刚刚的相比，鸡蛋减少了30克，牛奶和油减少了10克，而面粉只减少了5克。这个配方除了蛋糕糊变稠以外，它的整体容量也减少了，所以烤出来就是这样的正常开裂。第3个原因就是模具太小，我们使用相同比例的材料做8寸和10寸戚风时，开裂的情况就会减少很多，甚至没有，蘑菇顶更不会出现。因为8寸模具和6寸相比，只是口径变大了，高度几乎是一样的。这是我前几天做的8寸生日蛋糕，只是出现了轻微的开裂。开裂也意味着你的蛋糕口感更柔软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开裂这个问题。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做出不开裂的蛋糕，那就使用炒面粉，按照原来的配方去做，绝对不会开裂。但是蛋糕的口感会变硬，不好吃。看看这个网友的留言，你们就懂了。他用低筋粉先后做了50克都不行，把面粉炒熟后可以了，虽然不开裂不塌陷了，但是没有以前的好吃了。这就是因为他使用了低筋粉的配方，用炒面粉来做。现在我说说配方的调整思路。想要蛋糕承重力强，增加面粉的用量或减少液体的用量；想要蛋糕口感柔软，增加液体的用量，减少面粉的用量。液体的用量包括牛奶、食用油和鸡蛋。我是乡村美食节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